please 不要打烂架，我跟你讲之后我很想stress bro， 一个 video 30块，what the，你倒不如去打工，你打工你1个小时有10块钱，你何必这样子去打烂那个市场呢？是不是？当初我们请人的时候，我 interview 了，我说50个人，很多拿到的 portfolio 是没有用心，就是为了完成而完成。刚刚 graduate 出来做 freelancer 很容易嘛，可是他们忘记了就是要 deal with clients。忠告啊，if you met a client， 今天他跟你讲 the red flag man red flag， 他会跟你讲他赚几多啦，他很多东西讲的，很多东西讲的，讲啊自己以为啊。Yes，ended up 是他跟你算到1毛钱都跟你算没有，半分钱都跟你算那种。做这一行是你只会血压高啊。不是讲市面上没有好的顾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顾客，we are so appreciated, we love them so much， 所以我们 always over deliver， 我们能做的东西 some of it even free of charge。 刚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薪水很低啦，打工的时候就讲被欺负啦，做 freelancing 好像很爽哦，上面没有老板管你，下面没有员工烦你，做 freelancing 这样好赚呢。So 到底值不值得呢？做 freelancing， So 我们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就讨论一下 freelancing 到底值不值得做。Hello,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我是 Vincent， 我是 Chloe。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讲 about freelance 这件事情了，所以 as usual 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有我们的最喜欢的 drink， 来，So to start 我们今天的 topic， 我们今天会讲，你也看到我们的 intro 啦，除了你 skip 了那个 intro 啦 ，but basically 今天我们的 podcast 会讲 about， 如果你是从 company 或者是 fresh grad 想要出来自己当老板这一件事情 ，so 这一集会 cover 到一些 mindset 啊，或者是一些 reality， 一些难关 of 在 freelancing， 你不知道的事。对，so 会有一点我们的 experience 在里面也是啦， so 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也有人问我们 like， 到底你们开始做 production 那时候是怎样的？ I mean 讲明先，我们的 production company 是小小的那些啦，不是 like 你们做过拍大型车的广告 and all， 或者是 like tiny little product 这样子，蛮都是灯的那一些，我们不是这样子啦，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 service 行，做 content， 然后有一点点的拍 event 这样子，就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啦，反正就是拍东西就对了啦，还有剪辑啦。So of course 我们也是很多朋友问我们怎样 start 这个 freelancing 的，我们有没有从 big company 做过，还是 like what's 我们的 history 是怎样，我们讲过来这样子了。所以其实 freelancing 这个东西是大部分人讲的 freelancing， 大部分是 like 有 skill set based 的才做 freelance， 对，没有手艺就是你有口译咯，有口译你就是跑去做 sales 咯，对不对？可是你有手艺的话，就是做 creative work 啊 design 啊，还是你是拍照拍 video 啊，做 animation 啊，maybe 你是 compose 做音乐的啊，对，做歌的啊，写歌的啊，其实 freelancing 有包很多很多的 creative， 在 creative 行业里面有分很多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会大部分 touch 到 creative 的方面。creative 方面比较多啦，所以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做的事情，而且我也做了这一行 probably around like 7-8 years I guess。对，应该7-8年了。So of course 我们不明白的行业我们都不讲了，只是我们比较懂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是过来人这样子，then 才会讲啦。Maybe 这些比较能够 apply to those 刚刚想要出来自己开始接 job 啊，自己开始做自己的小生意这样子啊，就没有又不想上面有老板，你想自己在外面做 freelance 这样子，这样这一些是我们能够，你可以看我们之前share 的东西 maybe 这些比较 applicable to you 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production house 大老板的话，这样不好意思，这个 maybe 不讲你。所以今天只是一个 little sharing， 因为的确有蛮多人问我们来，Vincent 可以你们讲开始做 freelancing 的，like 怎样 start 啊？我怎样开始啊？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没有这样子。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最多人问的就是要怎样开始。So 讲到怎样 start freelancing 这个东西呢，其实当然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就是你手上有没有这样子的才艺，有没有这样子的手艺。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做手艺的人来的，他也是跟我讲，你有手艺你也不饿不死。他跟我讲过这句话吧，我很小的时候跟我讲过这句话了。
就我就记到今天，诶，也刚好这一集，现在我有这样子的收益，这样都饿不死啦。Yeah，这样你当初怎样 start 的嘞？当初啊，其实我 start freelancing 的时候我第一次抓相机的时候是在我2016年的时候，16、17年的时候，在 college 的时候就玩下相机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去英国读书，那个时候有做拍 YouTube vlog 这样子啦，那个时候是 get inspired by Casey Neistat 咯，就拍 vlog and stuff，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玩 video 这样子，然后就试过 daily vlog for 33天了，如果没有错的话，vlog 到我去英国了，那个时候又很闲嘛，没有东西做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直在 post YouTube， 很早以前呢，讲这已经是7、8年前了，我就做玩 video 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 club 的老板，就也是 Chinese community 啦，在英国的时候，他就看到我，诶，Vincent 你会拍 video 的，诶，来我的 club 帮我拍 video 呢，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 gig。啊，那时候我连 charge 我都不知道我要 charge 什么价钱的，就是诶，原来我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赚钱的。Then 你怎样 like find out how to charge？就不知道哦，我就随便 up 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随便讲一个数目吧。随便讲一个数目，因为那时候晚上。Then 他有接吗？Then 你有接到吗？有。那个是你的 price 太低还是太高 for 他都 like 呀，他就是来whatever 就这样子哦。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高是低的，我也不知道 market price，就是纯粹有人请我去做这件事情。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拍 club 是晚上11点到半夜3点嘛，拍4个小时啊，你要 prepare 这样的东西，拉上补下 maybe like 3、4、5个钟这样子，他给我60磅。60磅那个时候是5点乘5点多，5.5左右啦。所以60磅 probably 300多块。多马币300多块啦，就一个晚上这样子，就哇，原来可以赚钱的样子，很 exciting。然后后来就有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 Halloween party 啦，然后有新年 party 啦，那时候我的价钱就上到 probably around 一个晚上100磅左右这样子，就是来extra income 咯，是不是？没有那种 expectation 啊。后来就开始有去更钻研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去学拍 video， 一觉得拍 video 可以赚钱了嘛。why not？ 人家觉得我拍得到，这样我就 master 这一个 craft 这样子哦。后来就是开始有接一些 F&B 的广告啊，还是一些 MV 啊这样子。到我无端端有一天收到一个好朋友的 message， 就讲，我们要去 Spain 拍 MV， 你可以帮我们拍吗？我们包你机票跟住。你在 out of nowhere 突然间，然后就这样子去了巴塞罗那拍一支 MV 给他们，but 没有赚钱啊，他就是包住宿包still an experience 啦，especially for 你的 portfolio 的话。就是 starting 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觉得it applies to 现在想要做 freelance 的人，就是你刚开始你不要现在你都要求钱，如果你连经验都没有，因为人家觉得你好，你有一点点的料，可是 maybe 你还不止那个价钱，你就需要去 deep down 去学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去 find out more about this 咯。如果你是 freshly 完全不会的，你只会一点点，然后突然间有这样子的 gig， then you need to slowly master your craft 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 slow and steady 啦。就是我们也是很多朋友做 freelancing 也是这样子过来，就是一开始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突然间你开始有牵涉到 pricing， 就慢慢调 pricing， 然后你给的 value 是什么东西，人家得到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想要得到你应该得到的 price 是多少，这样子的事情。this is how I started my so-called freelancing career, I would say. That's interesting. That's interesting. Yeah, I mean 我也是知道这个故事啦，只是 it's interesting to hear it once again. So basically 我觉得 to start freelancing 的话 there's a myth， 就是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可是也没有对或者是错在这个sentence 里面啦。可是有些人会讲的，如果你要出去见顾客的话，你的器材越大，你就是越 pro。到底这个东西对不对的呢？ Maybe in certain situations 有这个东西是 apply 的啦 ，but 你的 gear 需不需要到最好的？to start freelance，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怕的东西就是，哎呀，我今天我的相机这样小个，我到底可不可以出来 freelance？或者是我的器材不够，或者是我的灯不够好，这些东西永远都是
追不上 It's 的嘛 never enough 啦 It's never Technology is never enough, right? 就追不上的，每一年都是会出新的。So 你觉得你的 gears 要到怎样，你那时候才出来拍？其实那个时候 starting 的时候没有 expectation 哦，那个时候我就是纯粹diploma 毕业了过后存过钱买了一架相机，然后就开始用那架相机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基础上你就是这样来讲，你都有一点点储蓄，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有买一个最 basic 的东西来 settle。当然我不能讲 gear doesn't matter，因为你不可能拿一个手机去帮人家拍一支 ads。除非那个现在 I mean it applies to like 2025 啦 right？ 可是当初我start的时候是没有 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的。那你没有版，没有 anything for you to take reference， 你不知道可以讲的。可是现在连一家电话都可以。可是当然如果你是讲拍 content wise， 电话是完全没有问题啦。现在有多少这样多机会，可是如果你想拍 ads 啊，拍比较 high end 的东西，这样肯定电话是比较难一点点咯。对，可是讲回来2025年你有一只手机在手上， iPhone 14 15 16你都可以拍出一个很好的 video 了，讲真的。而且你还可以 get exposure from social media， 它已经是一个职业了，它已经不像当初没有这样子的渠道让你去 get exposure。你除了当初是有 YouTube 这样子，可是当初才刚刚 starting Instagram Facebook 崛起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去给你做这件事情啊。可是你讲用 gear 这个东西，它 does it really matter? It matters a little bit, but not everything at all。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关键的，因为一架电话的确也可以拍到很好。现在 Yeah， 我觉得到头来还是你的 skills 啦。因为像有些人讲，其实我们也有讲啦 sometimes。如果你比如说 editing 的这个 industry 的话，如果你只会剪影的话，你算不算是一个 editor that knows something？ Yeah，虽然我们是有讲过这个 but 你看啊 because editing 的 industry 是它是很容易进， because you just have to learn like CapCut 啊剪影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很 simple 很 user friendly 的一个 software。 Yeah， but the thing is 今天如果你是用剪影，你可以做到人家做不到的东西。大部分人用 CapCut 跟剪影做不到的东西，你这样那个就是 skill Yeah, set。 it's like a really, really big skill set。 就是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我需要用 DaVinci 或者是Premiere Pro Adobe Premiere Pro 来做这些 edit 的话，可是你突然间杀出一个剪影做的一模一样，但这样子你有那个 skill 咯。所以我觉得到头来不是 gear 的问题啦，因为regardless 你是拍东西的啦，或者是剪辑的 software design 也好，或者是你是做音乐也好，像钢琴这样子哦，如果你买了一个小个的那个插电的那一些 compared to 来一个 freaking grand piano， 你也是可以做到，你知道吗？ It didn't make you a better pianist. Yeah, exactly. Yeah， 所以其实 gear does it really matter?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o much, but depending what's your output。 对。如果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你去的江远，可是 by the time you master 这一个 software 是这一个 gear 的话是then 你就知道了 OK I'm capped。 我被这个东西被 limited 了。这样子你才去 go for next。 这样当然这期间你一定是有用这个 gear 来赚钱，有这样子的产出，做这样子的内容，这样的东西，这样你当然是有这样子的钱投资，会给你自己去 advance 去 invest into the next 更加好的 software 或者更加好的器材，更加好的 anything 了。就可以讲是如果 gears 的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慢慢有钱了才慢慢去投资，慢慢去买。when 你应该去 focus 在的是你的 skill set。So I feel like 这个东西也是有关于到 about like building 你自己的 portfolio 咯。因为你自己 increase 你自己的 skill set 嘛，就是提高你的 skill set 的话，你会的东西，你会用的 software 啊，什么东西都好。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觉得 comes down to portfolio 也是啦。So 我觉得 for 一个 freelancer 的话，你该弄好你自己的 portfolio。你有一个很strong的
portfolio，也不是讲 strong 到 like never start 这样子啦，因为 portfolio 这个东西也是你要做出去才有那个 experience 的嘛。对，可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有那个 portfolio for like client 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做过什么？就你的 portfolio，我觉得在 creative industry 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现在请人都是看 portfolio 先，不看你从哪一个领域出来的啦。其实，因为到头来我要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就是透过你的 portfolio 咯。所以其实有时候 passion project 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Yeah，and then 我觉得 portfolio，你们可以 take note 的东西就是 try to do quality 多过量啦，因为我们也是请过人嘛，我们也是有过去很多人的 resume，right？So 他们的 resume 是虽然是很鬼多 video，like 有几个是整20-30个在他的 portfolio 里面，可是很多都没有用心做，没有 Yes，就感觉上真的是赶住来做，then after that 随便 slap 上去的那一些。就是为了完成而完成。对。Yeah， 他们有一个quality 跟 quantity， 他们有一个 balance， 它就是我可以剪很多个 video 啊，我一个小时可以做2个3个，一天我可以剪10多个 video 这样子，可是剪出来它并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或者它就是一个很纯粹、很 basic 的一个 product 这样子。讲真的，我宁愿你做3到5个 portfolio of something， whether 是 design 或者是 video 这样子是 ，then after that 你是做的很好的，这样子我才可以看到你的能力在哪里嘛，对吧？如果你真的是给我20-30个多是多啦 ，like 哇，你接过这样多的工，可是你做到的工是这样子，like 做量你只是用时间去做量，做 quality 的东西是你的认知、用心你的 knowledge 跟你的心，然后你没这个能力做到这样好，不是你今天没有那个能力，我给你60个钟去做一个 video 的话，是你也不一定做得好，因为你的那个 skill set 不在那边。所以当初我们请人的时候，我们也是有 get inquired up to like 50 people， 我 interview 了我说50个人，把很多就是 portfolio 没有很好，不然就是态度不好这样子，就是很多都是 freelancer 想转行进 full time 这样子的，对，yeah， 或者一些是 starting 想要来学东西的，很多也是有，yeah， 所以就很多拿到的 portfolio 就是没有用心，就要用心做咯，就是尤其是 passion project 啊这些东西，你有时间你觉得你没有东西做的话，这样子剩下的时间不是觉得我没有东西做，是我有这个时间空下来，我能不能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然后把我自己的 creativity 里面去沉浸在这一个 project 里面，用心去做它，这样这个东西它是你的宝来的。就像当初我就是 Sem break 没有东西做，我回来 Malaysia 拍了一个短短的 short film 这样子。我回去英国的时候，我就学校有一个岗位然后要请人做 content， 做学校的一些 video 这样子，然后我就交上去了，结果我还被2个 team 来抢人，我都有点尴尬，讲到现在 ，but 就你的 portfolio 这个东西，它是足够让你去跟其他人好 fight 的，就算其他人拿着一个大学文凭出来，可能也不够你 fight，就是因为你的 portfolio 很强。我觉得这个portfolio 这东西是在 freelancing 很重要，不管是你是在哪一个行业的 creative freelancing。Definitely，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真的看过太多了。那说讲到这一边，我觉得也有很多人的从 company 想要跳出来自己做老板，自己做 freelancing 这一 part 啦，maybe 在公司做到闲了啦，或者是想要赚更多一点啦，或者是他们在 company 做主工，但想要找一些 side income while doing freelancing 这样子都有。So 你觉得 for 你自己本身啦，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是最大的差别 of like 在 company 跟在 freelance 做的话是有什么的差别？ That 我觉得这些 viewers 可以 take note on。我觉得我们也度过那个 period 了啦，就
freelancing 这个东西，你对的是所有的 client，可是你在一间公司，你对的就是你的 manager 或者你老板，然后就是有人吩咐你做 certain things，你就是跟着去做，大家 brainstorm 去做一件事情。可是 freelancing 你除了做这一件事情，你还要知道怎样去跟人家打交道，你要怎样去跟老板、跟其他的客户打交道，怎样去讲话，怎样去 pitch 你的 portfolio、你的 product、你的 service，然后你还要去算你的 finance，你不只是每个月领薪水这样子 fix income 了的，现在你还要再算，诶，到底每一个月里面我需要赚多少钱来 survive 先。如果你觉得你的 freelancing 足够让你去 survive 的话，sure why not？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工资低，所以想要跳出来做 freelancing， 结果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见顾客、打交道、pitch for clients and stuff， 然后你也没有好好去管理 finance 的事情，也没有管理到你的 time management 的东西。就是觉得，哎，今天我不用朝九晚五了，我就是几时做就几时做。结果你要吗 ？ended up 你没有什么做工。你要吗？你就永远做 overtime。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直接跳出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Yeah. I think this happens to us too， 因为也是每次听到很多人讲，就是哇，你就好咯，做老板，几时要走都可以，like 你更加多时间这样子，你要几时去旅行啊，或者是什么 ？Yes， 我们有那个选择来做这件事情，可是讲真的是 ，we work so many hours, man. Yeah, like 我觉得我们 burn out 的那个几率是其实更高。可是问题是，你要喜欢你做的东西啦，这样子你才不会 burn out 咯。所以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 discipline 啦，那个 mindset 跟那个 discipline， 因为如果你是从一个 company 做的，跟一个 freelancing 它是 totally different thing。我们也是好彩有 each other。如果你是自己出来 freelancing 的话，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但什么东西都是你做头到尾 ，whether 是 build 你的 portfolio 到 settle 那个 client 到做那一份工，都是你在做。So which means 你是自己一个人的，可以这样子来讲啦。除了你有 partner 咯 ，but 这个整个 discipline 就是你每次要自己 motivate 你自己呀。继续做，这么我要这样拼 ，like what's the 理由 and all of this thing， so 那个 discipline 我觉得需要很 strong 了。其实跟创业差不多啦，就是你想要 away from 打工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现代人很 glorify 创业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吗？ Yes, super duper. Yeah. 我觉得创业这个东西 somehow 有点 overrated。somehow Maybe 我不能讲它错，我是觉得它 overrated， 就觉得大部分的人的 mentality 觉得创业is a good thing。我不是讲我不 support 你去创业，我是觉得很多人没有那个底气的时候就想去创业。我觉得他们看的是上面的那一 part， 你知道吗？就讲我光鲜亮丽，我赚很多钱，我有这样的时间这样子，可是没有人看到下面所有的这些功劳。对，说每个人就是 glorify 那一个 part， 就是刚刚 graduate 出来 ，then after that 不用过去老板，then 钱又怎样赚都可以，你要努力就这样子哦。可是 realistically 现实不是这样子啦，讲真的，现实不是这样子。I agree on the fact that 这个东西在这几年都是给很像 glorify 你刚刚 graduate 出来做比较好这样子，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适合做老板啦。That's one thing. Yeah， 不是每一个人会讲话，会 deal with client， 不是每一个人有那个 skill set or maybe 那个 discipline， 就有些人就适合去打工哦。其实打工没什么不好啊，讲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啊。就因为打工你已经有一个人在教你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东西，或者有一个 template 给你去学去看人家怎样做一个版这样子，你不需要一出来你完全没有打过工，你就撞板，然后你就浪费时间，然后你就一直在烧本，然后你就
一直在 cycle around this。对，yeah.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overrated 跟太过 social media 太过 glorify 这个东西了。我不是觉得我不 promote 这东西，当然我的前提是，如果你有料，如果你有存款，你有钱，你有底气 ，go ahead，go ahead。Who knows it might work？ 除了你父母有钱呢？那个可能跌到没有这样痛啦。可是你没有料，你有钱，你也是烧本嘛。可是你烧本来赚那个 experience 哦。Realistically, you can do that, right? Yeah. 如果你是没有钱，你有能力，然后你也是存款剩一点，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 you never know 嘛。对，除非你真的是很敢 go ahead, sure。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真的是到，而且你可以 pitch client，因为所有的 creative 的这些工作。In the end of the day， 你看所有做 creative 的人，是到最后做老板，他们 ended up 是做那个 business manager。It's not the creative itself somehow. Yeah。ended up 会变成一个 business person， 因为到最后你都需要一个人去管理商业这一块的东西，或者你起一个 business manager。我觉得最后 freelance 如果你做越大的话，你是一个 entrepreneur 啦 ，in exactly。Yeah。你不是只是一个算是 self-employed 的一个 person 了。Yeah， 你继续做这东西，你就永远都是 self-employed 咯。I mean 没有对没有错啦，因为有些人是比较 prefer self-employed， 没有工人，但不想做大，不想做大哦，钱我自己赚就好了咯，不用去养其他人，不想做大就平平过就好了，是有这样子的人的，没有错。But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大的 then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是一个 entrepreneur 啦 I would say。 So 听到这边大家一定会有一些 like questions on 如果我今天真的很想出来做 freelance 的话，到底我要怎样 start charge 顾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人答得到的，除了你真正的有 experience 啦。因为我们当初出来做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就是 like 我们一直讨论 like what's the price， 我们要 charge how much， 这个会不会太贵，或者是 undercharge， 还是我们的 skill set 到不到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pricing 到最后是永远都是一个谜啊。我觉得没有人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benchmark。我觉得你能够拿的 standard 就是 market 上面有的价钱，那个是你的唯一 reference。比如说 Fiverr 啊，或者是 Facebook Marketplace 啊，你去 join 那些比如说 video editing group， 或者是 videography group， 或者是 like graphic design group。 大部分你看到 freelancer 都有一个标价在外面的，在 any groups 啊或 any Fiverr 这样子，都他们有些 portfolio 的，你就可以看下咯，他们做这样子，他们可以 charge 多少钱这样子。不是叫你as secret person 这样子去 ask for 他们的 services 啊，我们不是讲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他们有，我跟你讲是，我之前在一些 editing groups 我看过有人就做这样的东西。哦，是吗？ Yeah， 就是通街去问人家价钱，然后其实他是 editor， 他就是去投料。第二个就是拿人家的 portfolio 变成他自己的 portfolio， 然后给人家读出来。Yeah， 所以like seriously, please don't do this, man. Like please don't do this. This is so insulting, unethical and insulting the industry itself. Yeah, but basically, pricing 这个东西是我觉得第一，像我们讲的，就是拿市面上有的价钱，那个是 as 一个 standard。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pricing 的话，这个是 standard。第二，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打工是同一份工，你觉得你出到来的时候，你打工是赚多少钱？你就打巴力这样子出，你就觉得你1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你就可以 charge like by per hour， 我可以做这个 project 需要多个 hour， 我这样子去 charge。这个没有对错啊，其实到最后也是它就是一个 bench 罢了啦。就是到最后你 pitch 这个东西给你的 client， 你 client 不一定 buy 了，他会觉得他看过人家的 portfolio， 他知道那个人比你厉害很多，可是他比你便宜一点点 ，I can go for that。可是如果你是你是很真诚的，你想帮忙，你是想你要这个 project， 然后你可以低价一点点啊，就是 lower than 人家一点点这样子 ，but you can give way more value to them，then sure why not？ It's being competitive。可是这个东西不代表你在市场上打烂价这件事情。Oh my god！Yeah。如果有谁看出这个 video， 你们是做 creative industry， please 不要打烂价。Yeah， 讲真的，我觉得打烂价这件事情啊，聊一聊打烂价这件事情啊，对谁都没有利的。
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讲真的，今天你一个 video 你可以赚30块、20块了，Let's say 放20块了，你一天可以做到个 video、3个 video，你一个月下来，你跟你去打工有什么差别？可能你不止，可能你一天你只剪2个 video，你一天只赚那可能60块罢了。It's like 你倒不如去打工，你打工你1个小时有10块钱，是不是？你何必这样子来对你自己呢？是不是？你何必这样子去打烂那个市场呢？是不是 ？No point 啊，讲真的。所以我觉得 in the end of the day， 你出来做 freelance， 到最后的你 serve 的人就是你的顾客，然后你的本钱就是你的 portfolio， 就这样简单。我觉得打烂价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我觉得我不能用这个词来讲，这个是一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我便宜，所以我有竞争力。你到最后打到你连自己的 profit 都没有的话，你何必这样子糟糕你自己？讲真的，除了你今天在一个很急的 situation 啦，但这样子我真的是只能闭一只眼咯。I would say like this, like probably 你真的是很需要钱，这样子你才做这件事情。但这样子 probably you're not in this equation 啦。OK， 我们就不当做你的那一个 situation 是在这边啦。可是我们在讲做的是，大部分的人为了拿 client， 为了赢 client， 你就用价钱。可是我觉得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用烂价来去接顾客，是你拿到的顾客也只想要烂价的。So which means 有另外一个人便宜过你，他也是去那个人的，或者是你的价钱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他还要跟你讲可以扣吗？Imagine 接你的一个 video 30块啊。隔壁家有一个人25块，这个顾客一定跑过去的，就算你跟他 work 几多都好，因为这个人这个 client 他明是要便宜，他只要便宜，谁便宜他都去，他不是 loyal to you， 他 loyal to 那个 price。 你永远得不到这样子的 client 的。你要 build 一个好的 client 的 base 的话， you need to build 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you provide the most value, and if you are trustworthy, you deliver more than what the client expected。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rather than 你只会打烂价，而且你吸引的也只有烂顾客罢了。而且所有的顾客，如果你只想要便宜的话，市面上也是有这样子的人给你啊。可是这个东西，既然我们讲这东西，我不是在 destroy like 打烂价这些人 ，like 所有放低价的人 ，exclude 所有的学生，你出来想要找一点生活费。Out of respect, you do it. That's what I'm saying. You do it. 如果你是那一个人听做的话，但这个 situation 是 out of 这个 equation 啦。OK， 你们不用放在心里面。我们讲这一些话啦呀。This applies to 所有的学生，你想要在外面出来接一点点的 job， 赚一点生活费 is fine。你刚出来，你便宜 is fine。可是有些人是真的是 portfolio 有一点的是，他还是要用价钱跟你打。我觉得这些人就有点侮辱 industry 了。我觉得个人觉得啦，我觉得 your price can worth way more。why 你去跟下面的人竞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so 当然是 freelance 走不开的东西，是你也是那个 person that deal with client 啦，就是你要拿那个 deal 回来啦，你要做你的PR 啦 ，everything 都是你。So 讲到顾客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可以 share 一点我们的 experience on like deal with 顾客这个啦，So 我觉得第一点 to deal with client 的就是你需要跟你的 client 沟通好。我觉得很多 freelance 或者是 fresh grad 是他们刚刚出来做的时候是，他们第一步没有做好 in terms of with 顾客的就是 communication。因为我们也遇过很多顾客，就是早那时候讲来，你做啦，我信你的 ，like 你自己做啊，你的 creative freedom 嘛，so called 嘛，结果做出来他那时候他就跟你讲，这个不是我要的，then 你又来花你的时间to 帮他改，为了赚这一笔钱，还是你直接跟他讲，sorry， 你要做的话，你就要还多一笔钱，那这样子顾客当然是不要的嘛。说你要选择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咯，说是有这样子的客人的。说
the first thing is actually communication lah. communication and setting expectation. Yeah. 我觉得 communication 跟顾客这一方面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在做销这个东西哦，它其实跟做 creative 跟做销其实一样的，到最后你是要去找顾客。呀，你做 freelance 的话啦 Yeah, 你做 freelance 你是 selling your service, you still 对 a 对对 salesperson of 对 yourself. 所以 in the end of the day, how you sell and how do you persuade your client to buy your service, that is sales. That is sales. 所以 in the end of the day, I feel like 你要 set 那个 expectation really right, 所以至少双方都同意这个东西，不管是价钱也好 outcome 也好，整个 creative direction 也好，你需要先把东西 set 好来，双方都有这个 understanding 才去 start 这个 project， 不然 no point， 你到最后中途有什么差错的话，是到最后你就是像口语讲的，你要么你就 burn bridges， 就是来，诶，我做这个东西，我做得这样辛苦，到最后你要改这个那个，之前你又讲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不能讲都是顾客的错，有时候就是可能你没有沟通好，站在顾客的角度，有时候他也是觉得你是那个 professional， they respect you， 可是你要 guide 他。你要问对问题啦，你要问对问题，到底那个顾客要什么东西？他讲我没有什么意见 ，means you have to find out more. Yeah. 所以你要问他，你觉得这个 A 还是 B 你比较适合，你比较喜欢这样子 ，Yeah. So 因为 sometimes 讲真的，如果他不明白你的 professionalism, so it makes sense that 他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东西，不知道要怎样表达他要的东西，因为他也没有一个 sample of 他要的东西嘛，对吧？ So maybe 你 as 那个 person that provide 这个 service 的话，是你就可以给他一些 examples of 你做过的东西，that 是不同 style 的，但可以问一下他意见 on 这些咯，但你才可以真正的明白这个人要什么东西。Yeah， 我觉得或者问那个 client 他有没有 reference， 他有没有想要的一些 outcome 这样子，然后你才去 set 那个 expectation on。第一，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做到？第二，这个东西我做的话，这个价钱你 accept 得到没有？然后你开这个价钱，这个顾客 accept 得到没有 ？Everything green light, then you can start planning the whole project, the creative project 的 direction 呢。我觉得 setting expectation 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不然翻车烧的是你的名誉了。Yeah, and then I feel like dealing with 顾客是。有可能对有些人最难的东西是当顾客讲他们要改这个或者是改那个，或者是你的 style 不赶我。Yeah， 我觉得一定是有这样子的顾客，每个人做 creative 的都有遇过这样子的 so called rejection, I think. Yeah， 因为你的 perspective of 好看不代表是人家觉得好看嘛。Because it's subjective 嘛。Yeah， so这个东西 I feel lik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会麻木。Yeah. 你做久了你就知道那 feeling 了。Yeah, probably 你会 sensitive towards 这个东西，就是 like 我做的这个很美啊，可是顾客讲他不喜欢，但你要去明白。I mean 如果一个顾客跟你讲不美 then whatever 啦，如果10个顾客跟你讲不美的话，这样是你的问题这样你这样你需要检讨你自己了。Yeah, so basically is that. Yeah. So I would say that when it comes to rejection 这个 part 就是你需要多一点 experience, I would say. Yeah, 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creative industry 是需要 go through 这些东西啊。讲真的 dealing with 顾客 It's part of the journey 啦 to be honest. It's not easy at all, I would say. Yeah. 我讲真的，你遇过最 backcheck 的顾客，你讲一下。最 backcheck 的顾客，他来到 non-stop 问问题，你就觉得你在 set 一个 expectation set 给他，然后做的时候是他又叽叽讲他要求一大堆，做好了之后他要你改一大堆，可是那个价钱是同一样一个 project 的价钱，就是感觉上 the amount of time you spend on this project, right, is already 3 to 4 times of the time that you normally can complete this project. 对，就因为那个顾客太过鸟，
This comes to like red flag for client 啦。Yeah， 我觉得现在可以讲一下like所有 red flag 的这样子的 client， 你觉得你自己遇过的 client 啊，是哪一种like你最 back check 的？我最讨厌的顾客是贪小便宜。讲真的，我 Yes, 最讨厌的这个，因为我们遇过。Slow down, slow down， 不要生气。做这一行是你只会血压高。真的是，一讲到这个 client， 是每次讲回去是我们都很鬼 back check。这个顾客本来这个 video 他是给我们剪的啦 ，OK。Then after that ended up 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讲：“哎呀，不用你剪了啦 ，it's okay 啦。”因为那时候他跟我们讲要改这个改那个改这个改那个 ，so it's like already exceeded 我们做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咯，like 如果要改东西的话是需要一笔多一个 expenses 这样子嘛，是 it makes sense， 因为是我们的时间加上他要改的东西不是 like 1分钟搞定这样子，而且这个东西是 after the first revision 呢。Yes, exactly， 他改了一次还要再改，你知道吗？就是 non-stop 觉得是 unlimited 去改这个东西 ，Yeah， 无止境的改。Like what's the point of continue this project when 他一直要这个一大堆 Yes，so 我觉得贪小便宜的顾客กัน there's even one like 我们的价钱是这样子，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剪一个 video，let's say 1分钟的 video， 比如说是100块的话，他就问回你。这样子，你的这个 video 是1分钟嘛？是我可不可以给你2个 video 是30秒的嘞？就变你1分钟了嘛 ？Right？ Then 你可不可以收100块呢？就是跟你挤到他算秒来跟你算哦。Yeah， 就我们遇过这个不只是一个啦，有 multiple one 啊，我们也是遇过太多这样子的顾客，所以当初 freelance 的时候是 before 我们有 solid 的 client 的时候是就是。很多遇到这样子类型的 red flag clients， 但这样子你的最 red flag 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的，还有就是一直要改的，然后多 pattern， 然后一直从你身上挤到你干为止的那种，然后 expect free of charge of consultancy。Oh my god， yeah， 就是永远问不停，他连你怎样赚钱，他连你怎样。pricing 所有的东西他都问到你，他都要明白，他问到你裤子底裤都脱下来那种 ，Yes， 还要看清你全身各双，他才敢念的 ，Yes， Yeah， 有这样的顾客的，他的 understanding 就是 like I want to understand 你怎样做这个 better， 说我们以后可以怎样我们那边省钱啦，但你们这边方便一点方。OK， 忠告啊 ，if you met a client， 今天他跟你讲，我们以后会给你更多的吗 ？Red flag，red flag， 他还没有给过你，你不要去信啊！我以后一定介绍你的 client 给你的 ，red flag man，red flag， 那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收 deposit。Yes， 没有 start 那个 project 之前收 deposit， 你没有收，你做了那个东西，你就不要怪人家跑路。因为他没有 commit 任何的东西，是他有那个权利跑路。We done that before， 我们也是有 bad debt as expected， 而且是认识的人的朋友来介绍过来的，靠人情哦。It's our fault 啦，这个是过来人的一些忠告啦。所以其实这一路上都是撞板，都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 client， 都是有面对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人教你不听，一试教你就直接醒的那种所以我们遇过很多这样子的东西，真的太多。所以讲真的，你真的是需要做够多。所以 in the end of the day, freelance is not only doing the creative itself。如果你纯粹喜欢 creative 打工，找个 production house 跟你一起，你可以做很多 creative 的东西。可是你真的自己去做 freelance 的时候 ，yes， 你有 creative freedom。可是这个 creative freedom 是 under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lient， 对，所以他其实也没有so called的 creative freedom。你的 creative freedom 是你做你的 passion project， 到人家 sponsor 你这个 passion project，this is fully creative freedom。对，你就算进行业没有so called creative freedom 嘛，你只是做这样子的版给他们看，然后你这个是你的能力，他们 buy 你的能力 ，that's it。你打工
一样的东西，也是 client 下来的 project，他要这样子的 template，还要这样子的 creative direction，you still have to follow either way。But 你出来做 freelance，你 other than doing this thing，第一你不够时间做了，第二你还要去跟他 deal，第三你要去管你的钱，第四你要去请人，第五你还要 all that shit 了。所以你觉得 freelance 好？你觉得 freelance 好做吗？这样子讲到我都热完了，丢，脸都红了你。Yeah， 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因为有人问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哎，今天拿出来讲了，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很常聊了，然后再这样真的呀，自己在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讲真的啦，因为我们也是有做 YouTube，then after that 我们做 production 的话，我们接的顾客也不多。讲真的呀，讲真的，因为我们 maintain 那个 quality for our clients that really trust us， 还有我们需要分身来做我们的 YouTube，so 我们每次 scan through proper clients，I would say。So 如果你们不想踩坑的话，可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啦。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跳进1-2个先的啊，你痛的时候才知道痛。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啦。Yeah。所以我们做这一行，我们现在的 direction 就是我们的宗旨就是 ，we rather have 10 high quality client than 100 low quality clients. Yes。Yeah。Definitely。所以我们现在的 client 全部是有的都是 scan through 的，知道的背景，他的 direction 这些东西，他的性格 work together is it okay or not? Compensation price wise is it okay or not? 然后我就觉得 sort of a green flag 啦 ，yeah。我觉得我还是很 back check 这个 this type of 顾客就是他跟你讲他的背景，那时候他会跟你讲他赚几多啦 ，yeah， 他的 team 几大啦 ，yeah， 或者是什么啦，他很多东西讲的，很多东西讲的，讲啊自己起威啊 ，yes，ended up 是他跟你算到1毛钱都跟你算，你半分钱都跟你算那种，yeah， 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你真的是要找对顾客了，讲真的，不是讲市面上没有好的顾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顾客，we are so appreciated, we love them so much， 所以我们 always over deliver， 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 deliver the best, give extra value， 我们能做的东西 some of it even free of charge，yeah。我觉得这边有一个 small tips on 什么样的 client 什么样的 project should you take 啦，yeah。第一个是作品，就是这个 project 你拿到来，它会不会 boost 你的作品，它对你的 portfolio 有没有帮助的？它有的话，就是第一个 tick。第二个 tick 就是这个 project 给的 compensation， 它的钱到不到位？就是你做这个 project 花这样长的时间 with 这个 payment， 你觉得 OK 没有？Yeah。第三个东西就是你的 networking， 你做这个 project， 你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可能在从中拿到 referral，有没有这个可能从中拿到其他的 connections？ 这3个里面就是 build 你的 portfolio 跟你的钱，就是 compensation 跟你的 networking 这3个东西，有其中2个中 is a good to go 就 OK 当然你前提是那个顾客不要挤到你干那种啦，那个是 first scan through 啦，yeah， 那个是 first red flag ，yeah。最后一个 filtering whether 这个 client is a good to go， 这个 project is a good to go， 就是 by 这3个方法，yeah。我觉得你有2个，我觉得你看钱他给的不好，没有很好，可是这个 project 是 Nike 找你拍一个 Nike 的 ads，他给你马币1000块，Nike 他找你给你1000块，你给你的 networking 跟你的 build 你的 portfolio 1000块500块我都跟他做，为了我的 portfolio，Nike 你懂吗 ？OK， 然后 let's say 另外一个 scenario 啦，就是他可能可以给你很好的 portfolio， 这 portfolio 是你很想要的，然后他也给够你钱，可是这个 company 他没有给到你很多 networking， 我觉得也是 OK。所以讲真的，我觉得3个里面有中2个是 good to go 啦，讲真的。Yeah，agree right？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之前不懂哪里听下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啦，我觉得。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conclusion 的话，如果你真的是中到这些 red flag 的这些 client，and t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你不知道要怎样。如果你真的 value 你自己做的东西我们会 suggest 不要碰这些 client at all。It's okay to say no， 讲真的这个 equation
又是 exclude 那些人 that rushing for money 啦，OK， yeah。如果你想要 for 一点 experience 啊，或者是 try， 或者是 build 你的 portfolio 的话，真的是那一个啦，get 咯，then you try 咯。But 我们会 suggest 不要去碰这样子的 client， 因为不要弄到自己烦，不要不要自己拿来烦。不要做到自己不开心，不要 burn out，不要做的时候是真的是一直在骂住看住那个 video， 然后在骂那个 client。Yeah，因为 especially for us right， 剪 video 我们是看着那 client 的脸，可是你又不能打那 monitor， 因为那 monitor 也是钱，你知道吗？Yeah, exactly. So 我们也是 agree that 我们真的 rather not touch 这样子的东西。 ？Scan through client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是什么 project 来你都要接。It's not all about like 我可以接到越多 client 越好，是你可以接到越多 quality client 越好。Yeah， 如果你想要做久的话，我们会 recommend 这一条路了。Yeah，so 讲真的，我觉得做 freelancing 这个东西是你需要很 passionate 的，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 craft， 你真的是很喜欢你这个手艺，你才全身投入。你可以到你辞职为了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需要很爱这个行业。Yeah， 因为讲真的 ，as much as 我们有一点少配啦。on do some of the things， 比如说 client 的这样子，可是 it's still what we like to do. Yeah, we still actually enjoy it. We enjoy it. Yeah， 因为 most of our client give us the creative freedom actually， 就是真的是我不 expect anything， 你要怎样剪就怎样剪哦，你要剪成好笑啊，或者是 serious 啊，他们都 OK 的。所以我们很多 client 都是这样子的。So we 我们做 content 为先。Yeah，so we still have 那个 creative freedom， 所以我们做的还是开心的。So 我觉得 to sustain 做 freelancing 的话，你需要喜欢、爱上你做的东西，你才可以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啦。你讲真的，你今天你不喜欢这个行业的话，你做不久了。Never quit your job just for this。就因为钱给不够，你的薪水给不够，然后你就为了觉得这一行你出来你可以赚很多钱。No， that's not the way。所以我觉得前提是你真的是需要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自己也是可以做你自己的 passion project。我觉得初衷很重要了，初衷很重要，你的 intention 很重要了。Loving what you do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就不然你不会一天没有人逼你，你都可以自己做工作12个小时。所以我们最后也是有几个问题啦。就有人问啦 ，Should I start freelancing or work for production house first？When 他们刚刚毕业 fresh graduate，What's your take？ So 我觉得是有3个 option 啦。讲真的，第一个就是你做 freelancing。So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discipline 的话，或者是有 time management 啊 ，and then 你从小到大。比如说你还没有进 uni 那时候，你都坚持不要跟人家不要打工。你不要打工的话，你想要自己做老板，因为你 parents 也是开自己的 business 的话 ，and then you have the motivation to do that. Yes, you can. 你是可以自己出来做 freelancing 的。还有 second 一个 option 就是进公司。进公司跟人家打工先，因为我觉得你刚出来社会的时候是你。还没有学会怎样跟人家谈，去见顾客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还没有见人的时候，我觉得你 deal with 公司里面的人，有一个 teamwork 去 run 一个 project 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让你去 first test water 的一个 way of doing things 啦。就是你可以学很多东西，就是 teamwork 啊这些东西。可是 in the end of the day, creative business is all about teamwork， 很难一个人。如果是大 project 的话，你很难一个人一手包办做完的。I mean， 你 deal client 也是对人的。所以就是你 deal with 你的 teammate 先咯，至少你有一个人际，有一个人脉给你去跟人家打交道啊，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了怎样 deal with 你的上司啊 ，deal with 你的 teammates and stuff。Then 你觉得你的能力有在那边了 ，then 你才去 for 第3个 option，which is。进了公司学到了学到了一点东西，出到来你才做 freelancing 开你自己的 business and stuff， 因为你已经有学到很多东西了。嗯我觉得
在就是你应该进哪一个都是看你自己本身了，看你的能力、你的学历、你的 portfolio、你的知识跟你向往的东西，你的目标是什么？ Another option that 你可以 go for 就是进一间公司先。可是当你进了这间公司，你已经知道你不想要打工的话，你想要自己出来 freelance 的话，可是你怕 freelance 赚不够钱，或者是你做不成的话，那这样子你就继续在那个公司做先，不要 quit 先，while do 你的 freelance as passion project 啊，或者是一个 side income 咯。但你觉得 side income 那边稳定了过后，你有一群顾客 that trust 你，也是 continue give you referral， 或者是有回来 returning clients 啦，我 say returning clients 的话， then 你可以才 decide to quit 啦。当你觉得你的这个 freelancing works 的话 Yeah. that's one thing。就当然 as fresh grad 想要出来 freelance 的话 we actually do support people like that，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难的。Yeah， like 在100个人里面是不是有50个人是有那个 mindset of like 我要自己当老板。不是每一个人讲真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想要一个稳定的 and then simple。不要烦这样多，不要烦这样多。然后他们的能力也是很强，他们拿到薪水也会很高，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看你个人呐，whether你想要跟人家打工也好，还是你只要自己出来创业做 freelance 也好，it's up to you，看你的心态是这样，也是要看你的能力啦。Yeah, right? Yes. Yeah. So 另外一个 question 就是 the most common mistake fresh grad make. The most common mistake that fresh grad makes 啊，我觉得是要么就是 underpricing，要么就是 overpricing。讲讲。因为这个 comes back to 第一，你不够经验啊 OK， 你不知道你做的东西该 set 在什么价钱。Yeah, that's one thing。因为 maybe 你找的 reference 也不够，但你也不够 experience。So 那个是 one of the mistake 啦。So I think I would suggest to 去找多一点 reference。Yeah， 真正的去做 and then try and error。Sometimes 你 set 了这个价钱，如果你的顾客 accept 这个价钱，不要讲一个啦 ，OK， 比如说5到10个顾客接受这个价钱 ，which means it's good value 咯。Yeah， 可是如果是I mean 你可以 try to 弄高那个价钱 afterwards 啦 if like your workload is a lot， 还是你觉得you deserve more pay 的话， then 你可以弄高那个价钱，我觉得 then after that 才看顾客的反应。Yeah,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mistakes of fresh grad 啦。Yeah. What's yours？ 我觉得是你要知道你的能力到哪里了。像你讲的，你不懂要讲 pricing， 你要出来做 freelance 就好，你到最后你也是要知道，第一市面上的价钱是多少，第二市面上的人的能力在哪里，第三你到底你的能力在哪里，第四你觉得多少钱可以让你服气的 take up this project。Yeah， 我觉得 in the end of the day is still finding balance， 像你讲的找 reference 这些东西。Yeah. And then probably another thing is communication, I think. Yeah. 因为很多人就是刚刚 graduate 出来做 freelancer 很容易嘛，可是他们忘记了就是要 deal with clients， and then clients 是不容易 deal 的啦，因为太多小小的东西的你要撞了板，你才可以学 from it。Yeah. Yes. Yeah. 我觉得 freelancing 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是讲我有一些手艺出到来我就 OK 了，就到最后你还是要会讲话，会 communicate， 会 set expectation， 然后会 deliver 到人家要的 value 这些东西，我觉得需要很多不同的考量啦，讲真的。Yeah, and then another thing for fresh grad 的话，我们会 suggest what do you call this?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你做的东西，try to 每次在进步自己在不定的在，enhance your 学 craft 啦东西呀。 ，yeah，因为 creative 你知道越多的 skills 的话，你知道越多东西 it determines your pay 啦，I would say 呀。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 complicated， 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话，这样子你吃的蛋糕也比较大，对吗 ，yeah， ？Yeah， 100%，真的就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诶，我出来做 freelance，我会剪 video 啊，就是该讲的咯，会剪 video 跟很会剪 video 跟剪出来的 video 是很鬼厉害的，是有差别的。呀呀呀，对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的一个 project 他可以赚3、4万块？那他可以一个 production，他可以请可能 gaffer 啦，like best boy 啦，请 producer、director and all 就不同岗位的人，因为 budget 下来，他们有这样子的 vision，他们一个 team 可以去做这个东西。可是如果这个东西你一个人可以做完，可是你自己的能力完全不到位，你觉得会有人丢那4万块 project 给你吗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like 我会煮饭啊，煮 Maggie 哦， ？Yeah，没有错，你是会煮饭的。我会修车啊，我都会打油啊。Like， wow， give yourself applause。Yeah， 所以其实是有那个 level 在啦。所以我觉得 if you love what you do，master your own craft，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做 creative 这个东西，第一，你的对手不只是 client， 跟你的对手不是 client 是你的贵人来的，金主，OK， 你的金主，你的对手不只是你的，真的是同行的对手，还有现在你要顾虑到 AI is somewhat manipulate 跟 replacing 很多的岗位了，其实很多东西 AI 都可以做了的。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你做的东西值这个价钱？你比 AI 快，你比 AI 有人性，你比 AI 强，你做出 AI 永远做不到的东西，这一些都是一个考量来。在2025年，我觉得你出来做 freelance，你多了很多不同的 consideration 考量，还有你的竞争对手当然也变多了，比起历年我入行的时候啦，因为那个叫什么？the standard of getting into the industry， 门槛门槛啊，门槛，哎呦 Chinese man Chinese， ，yeah， 就门槛变低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自己是会做这个，可是就可能就是那一点点，按那个 button 就剪出来了，就是用 AI 这样子，这样我也会啦，是不是？所以 how do you determine 你的东西去到几远？这样真的是取决于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毅力，跟你既爱这一行业，对，跟你既爱你的 craft。 make sense 的，因为像 editing 这样子是，你 download 一个 CapCut， 你 download 一个剪映，等你是一个 editor 了咯。但这样子你是 graphic design 的话是，你在 Canva 做一个用它的 template，你也是 graphic designer 啊，你叫 ChatGPT generate 一个照片，OK 啊，你也是 graphic designer 啊，你反正都是拿来做你的 portfolio 了，是不是？But what makes you different? You know, yeah. 虽然是有些人是用 AI 来赚钱啦，也没有错的。可是你要考量到，你 generate 这个东西是 from AI 是，但中国那一个老板不能做同样的东西，还是他叫他随便一个工人然后 type 那一个 prompt 进去，then 可以 generate 这样子的照片。Maybe 你用 AI 来赚钱，你是很会 prompt 东西啊，或者是你学了很多的 prompt， 但人家需要 go through 那个 process of learning 才可以到你那一个 level， 又是不同的哦。Yeah， 我觉得 there's a lot of things 啦，and then 很多东西门槛都很低了啦。Yes。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 take note 的啦。在2025年已经是世界已经变得很快了，要做 freelancing 的门槛也是很低，可是你的竞争对手也多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考量进去里面呢。我觉得今天的 podcast 就是给你们一点点我们的 backstory， 跟我们在做的东西，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whether 是 dealing with the creative itself，the project itself， 还是 client itself，还是
这一行，我们对这一行的热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探讨的，不只是剪 video 的 course 啊。Yeah. 就是 freelancing 有很多个行业嘛 ，maybe it just apply to your own industry. It could work, it couldn't. Maybe 有点不同，but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经历了。So basically，我觉得这个 podcast 也是西北长了啦。我们 blab 了很久了 ，blab 了很久，and 我很想睡觉了，因为现在是晚上了。But anyways，hope you guys enjoy 这一集有一些情绪问题的一个 podcast，就是有开心，有生气，有一点 emo，but 它很多 ups and downs 啦，因为我们对这一行真的是很热情。I would say， 如果不热情的话，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 reaction towards actually yeah 这样子的东西啦。So yep. So 我觉得今天的 podcast 就到此为止吧，已经1个小时了。So 我们下一期再见。你们有什么 questions 或者是想要听我们讨论的一些 topic 啊，可以 email 我们，或者是在 comment section 写啊。comment section 写常常也无所谓的，我们会看的。OK，and bye bye. bye bye. Thanks for coming. See you next round. Ciao.